这2天的北约峰会12号在立陶宛闭幕，但在峰会期间，北约依然没有向乌克兰发出入约的邀请，这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到不满，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抨击此举是史无前例和荒谬的，还说北约优柔寡断。乌方的态度也引发了不少北约成员国的不满。美国代表团称对泽连斯基的表现感到愤怒。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还说，乌克兰应对西方国家心怀感激。 在北约峰会闭幕之际，七国集团12号公布了对乌克兰长期安全保障的联合框架，内容包括为乌克兰提供先进军事装备、军事训练、情报共享和网络防御等。作为交换，乌克兰承诺将采取措施推进该国在司法、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改革。美国总统拜登向泽连斯基承诺，美国会尽一切努力满足乌克兰的需求。The G7 are launching a joint declaration of support for Ukraine to make it clear that our support will last long into the future.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所谓的安全保障是极其错误且非常危险的，将影响俄罗斯的安全。泽连斯基对七国集团的安全保障视为重大胜利，称赞并感谢北约和七国集团。但他同时强调，乌克兰依然寻求加入北约，入约是对乌克兰最好的安全保障。对于泽连斯基来说，未来需要走的 加入北约的路还有一段非常大的距离。泽连斯基非常明白，此次北约峰会各国领导人对于乌克兰采取的仍就是这种平衡战略。北约峰会期间，多个欧洲国家加码援助乌军。德国宣布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7亿欧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其中包括40辆马德尔步兵战车、25辆豹1 A5主战坦克等装备。 英国政府宣布将再对乌提供一笔价值5000万英镑的援助，法国也将对乌提供斯卡普远程巡航导弹，这款导弹射程为250公里。 但多个北约国家也表示对乌方的不满。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出人意料地发表了对乌措辞强硬的讲话。当被问及泽连斯基因未被正式邀请加入北约而感到失望时，华莱士直言，乌克兰应该对其从西方获得的帮助表示更多的感激，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住西方公众和政界的长期支持。 他对乌方喊话道：“这场战争是一场崇高的战争。我们认为你们发动的战争不仅是为了你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自由。但我要稍微提醒一下，不管你喜不喜欢，人们希望看到你心怀感激。”华莱士还说：“我不是亚马逊购物网站。”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十分生气。 Не знаю, що він має на увазі, як ще нам потрібно подякувати. Тоді, нехай він напише мені, як потрібно мені подякувати людям, щоб ми повністю були вдячними. А ще можемо зранку просинатися і вдякувати міністру. 党主席台湾地区2024选举参选人赖清德近期频频发表媚美谋独言论，进一步暴露其台独金孙本色。在岛内政界对赖清德过度讨好美国的批评之声从未间断。台湾资深媒体人陈凤馨就是长期揭露赖清德本质的媒体工作者之一。他参与的节目在岛内观众中具有较好口碑。他认为，如果赖清德当选，台海局势将更加严峻。陈凤馨以财经新闻做起，对两岸经贸关系 和政治局势有独到见解。在接受专访时，陈凤馨表示，台湾要想发展好经济，必须要维护好两岸关系。大陆是台湾的机遇，两岸必须避免陷入兵凶战危的境地。如果赖清德在当选的话，我其实很难预料说两岸之间的关系会遭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是很难预料得到的啊，因为有太多的 操控点会操控到两岸到一个无法回头的一个临界点，这一点我是担忧的。 近日，为了2024年的选举，赖清德投书美国《华尔街日报》，抛出所谓台海和平4大支柱，向美国表忠心。之后又发表暴论，声称他将领导台湾朝美国白宫持续走近，谄媚丑态溢于言表。 陈凤馨认为，赖清德刻意向美国提出的所谓和平计划，根本就是一纸赖清德本人甘当美国棋子的宣言。尤其在中美大环境如此紧张的一个情况之下，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选择成为美国的棋子？我们但凡只要有自我的选择意志的话，我觉得两岸和平交流一定是每一个人心里头所想的唯一的一条路。 但是呢，如果成为美国的棋子的话，
那和平交流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柯文哲近日提出，一旦当选将重启两岸服贸协议谈判。民进党则大为惊慌，推出大量文宣品抹黑多年前民进党利用太阳花运动破坏的两岸服贸协议谈判。陈凤新回顾那段历史时表示，非常遗憾，当时大陆想给台湾一个让利，但被台湾政治内斗搅黄了。当时在2014年的时候呢，中国大陆想说，我既然要开放，我先给台湾一个优惠，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优惠，那我先对台湾同胞们先开放，所以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考量，所以先谈服贸，后面才要去谈货物贸易上面的这一个降关税的这一些相关的事情。服务贸易，如果我们能够抢在全世界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之前，我们就先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以中国大陆现在要转型成为以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体来讲，对我们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错过这10年的时间，他们其实已经逐步都在开放，尤其金融业的开放的步伐最近越拉越快，速度越来越大。赖清德还宣称，服贸会把台湾经济和产业锁进大陆，台湾可以推动 CPTPP， 可以洽谈台美协议，但就是不能重启服贸。民进党俨然打起了服贸牌，想炒太阳花运动的冷饭。陈凤新指出，实际上重启服贸议题在台湾工商企业界呼声很高。民进党紧张的是重启服贸正成为检验能否进行两岸有效互动的重要指标。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现在呢，因为看到民调上面柯文哲民调高了，所以他开始主打这个柯文哲。那主打的就是你2014年是反服贸、反黑箱的最大受益者，今天居然说要重启服贸，这个部分柯文哲能不能过得了关，我们且拭目以待。但是呢，这意味着是好几个层面。第一个是工商企业界确实需要，这是实际上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它已经变成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就代表着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能不能够重新恢复到上谈判桌，然后呢可以有一个这种非政治安排的、非军事上的，但是呢在实质往来上面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协议的谈判。我觉得它象征意义可能要比它的实质意义现在变得更大了。陈凤新说，尽管民进党追着重启服贸议题大肆攻击，向台湾社会传递恐惧、焦虑感，但他们的算盘打得很精，只谈反服贸，绝口不谈 ECFA， 也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因为 ECFA 签署以来，台湾企业获利很大，民进党反 ECFA 就要得罪一众金主。赖清德宣称要加入 CPTPP， 陈凤新认为，在两岸关系缓和之前，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我不是说加入 CPTPP 不好，但是它很明显的存在了一个最大的障碍，那就是两岸关系。如果你两岸关系不好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国家是会保留意见。我不敢说他反对，但至少他们会保留意见。比如说智利啦、秘鲁啦，或者是新加坡啦、纽西兰啦，那更不要讲越南啦、马来西亚啦。其实我们现在跟东南亚的国家越来越远这件事情啊，这个是我们在台湾的民众感受不到，但事实上东南亚感受是很深刻的。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大陆与 RCEP 其他成员进出口总额12.9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5%，占进出口总额的30.8%。这显示 RCEP 潜力巨大。陈凤新说，民进党当局与其空谈加入 CPTPP， 不如先脚踏实地地争取加入与台湾产业链关联性更大的 RCEP。你前面没有服贸都过不了关，后面的货物贸易几乎等于无法谈判。那么他们其实看到的是，因为 RCEP 在今年已经正式的开始运作了。好，那我们知道说 RCEP 其实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等于是跟我们贸易往来最多的15个国家地区，那么他们都彼此之间是要走向逐步的完全零关税，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通关便利啊等等的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这个一致性的安排。那台湾没有加入的情况之下，对台湾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工商企业界基于 RCEP 正式的开始运作，也有这种希望能够重启服贸的声音。曾长期跑财经新闻的陈凤新非常关注大陆的区域发展战略。上月他就曾到粤港澳大湾区参观，行程4天3夜。陈凤新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湾区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以及极强的产业规划能力。他表示，大陆具有发展城市群的优势，产业链做大后，机会也对台湾企业开放。
对于台湾来说，因为我们未来其实台湾整个自己的经济体本身非常非常的小，那么这么小量的一个经济体啊，它有很多的事情是做不来的。比如说你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品牌，这个很难，因为我们自己的母基地非常的小。你要做一个完全的创新经济啊，那更难，因为呢，我们的经济体本身母基地非常小的情况之下，容不下任何失败，任何的失败它就再也没办法爬起来，所以它的创新经济是不太可能发挥作用的。所以对台湾来讲，中国大陆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